这个是中国早前30年是往苏联跑，虽然没多少人能去，就改革开放以后就往美国跑，这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你呢？当时是想什么呢？我当时很简单，就是去看原作，非常简单。看原作旅游去看不就完了？然后他是那会儿哪有旅游啊？民航这是业都还很少有飞机开到美国去，那1周就1班，那个时候就去留学潮嘛。哎呦，那索拉呢？我其实不是，我是第一次去美国是访问去的，我那是第一次出国，然后去美国就访问，然后呢我就不能再去美国了，因为你去了访问那一次，他就不让你2年之内不能再进美国，所以我出国是第一次去的英国，然后到了英国好多年之后，我才又去美国，所以我先去了英国，然后再去的美国。哎，你说我现在对这个美国的印象啊，当然我都是旅游去2次，但是我现在慢慢觉得，因为这个大选，我好像开始意识到这个事情。你看前一阵儿我们节目啊来了一个那个教授，就是叫饶毅的，好家伙，在我们节目那儿都炸了，主要是因为他这个饶毅啊讲话特别那种就是绝对正确，是吧？哎，一开始这么说话的人，好多人都骂他，可是就随着我当主持，我也觉得得抑制一下他，他简直就疯魔了一样，就是说。你们他妈选特朗普，你们这帮傻子，你们完全都弄不明白。他一个要赶走华人的一个人，华人还在这么为他高兴。这批人蠢，因为你支持共和党是没有问题的，你不能支持一个反对你的种族主义者。我认为这是这批华人的问题。我是觉得，比如说，这是不是美国有点衰了？我现在觉得，你比如说我们在网上一问这个问题啊，过去就很多人就是说，我的孩子是该留学英国。哎，索拉，你也在英国待过，在美国待过，就好像就是说，孩子应该让他留学英国呢，还是留学美国呢？就一直到现在，就说是好像说，美国现在还是中国移民呢，就存量最大的。对。然后差不多到2014年的时候的这个调查呀，也是说，华人。这个要移民最主要的方向国，也是这个美国。可是你觉得美国现在是不是就是有点不行了呢？是我相信我看的他这个过程，你看34年前里根当政的时候是一个新时代，越战也过去了，然后这个经济混乱，然后国内民权运动都过去了，然后回到保守主义，同时英国有个撒切尔。然后，尤其在他任上，差不多冷战快要结束了，就他铺好了以后，等布什一上台，就是90年的事情发生了，就苏联就没了，就这个过程跟今天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但是紧接着就是经济萧条，我当中经历过好几次经济萧条，我都忘记了。他们经济萧条是公开讲的，我们现在进入经济萧条，你市面上也能看得出来呀。然后这立刻会变成每一届选举的一个话题。然后主要是意外的出现了911事件，就新世纪以后，它多了一件事情出来，就冷战没了，然后单边这个世界出现了，到了911以后，重点就变成反恐，所以国内问题一直被搁置下来。我这样说肯定是不对的，因为这是一个很专业的话题呀。但是，30多年前最大的话题是冷战。然后冷战问题结束以后，刚刚消停几年，这911发生了，然后最大的话题是反恐，反恐到了我相信在奥巴马上台没几年，就那个谁被打死以后，那个叫谁？基地组织那个头叫拉登。对，拉登过了以后，就呼声很大，就该转回国内了，但是好像也没有转回国内，它还有很多其他问题，呀。所以我见证了从里根一个他们认为非常辉煌的时代，一直到今天一大堆问题，国外的、国内的。所以呢，所以不奇怪。但是选举这个阵势，大家闹啊、争啊什么这种然后各种跌宕过程、戏剧性的，每届都是这样。所以我以前不关心选举的，我不看节目的。那徐雷，为什么你觉得这次你关心了呢？网上都有嘛，就是朋友圈里面也有不同的那些在美国的朋友，就包括华人的，好像态度不是太一样。就华人好像在那边都打起来了，也不一样。就是社会地位相对高的，比如说嫁入这种上流社会的美国的那个华人，他完全是就是嗤之以鼻，就是
川普那个绝对是不能支持他，怎么，就是说，包括他赢了之后，都是痛哭的那种表情，跟那种就是普通的人的，就是普通华人在那儿生活的那种表现完全是不同的，完全不同的。华人这次好像似乎是飞机啊弄的这些对这个成群结伙的那个去宣传做，好像花了很多力气。哎，而且这次呢，就是说这个我看了一些调查呀，就是说在美国的这个，我还得到一个概念，叫第一代在美国的这个华人，就是说就叫什么就叫算什么新移民吧，他这个叫第一代，但是还有一个呢叫1.5代，1.5代是什么呢？就是说童年的时候来到美国的，这是1.5代。说2代呢，就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然后说那个混得怎么样，就发现说呢，这个1.5代的人人均收入，就是最高的。哎，这个是你说这说明现在这华人在美国混得好还是混得不好呢？哎，索拉，您有了解吗？因为我是完全就是签了合同到那儿去搞音乐的，所以呢，这样的话我也没有想更多，但是我经历了克林顿那个时代的，我就知道，比如说纽约在90年代的时候在艺术上发生了特别多事情，就像你刚才说的，你问是不是美国完了？就是90年代的时候，这从93年以后，就是美国的艺术界发生最多的事情，就是等于说从60年代嬉皮运动一直到90年代，一直往上走，各种变着花的发生，各种有意思的人都在那个时候还在。但是呢，完了911以后呢，就一下子就觉得这个就下去了，就好像就一下子就开始越来越冷清似的。就是因为很多事情就很难发生了，再加上美国这种战争啊，他打的自己打的，而且就是各种。可是其实当我们在时候90年代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当然就只不过是小小的艺术家，或者我们是就是移民，或者所以其实你并不知道战争已经都在到处打，就是在90年代的时候，到处已经开始了战争。我们离得太远了，我们看到的就是艺术，看到什么？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到处塞尔维亚的战争中东的战争、非洲的战争，已经到处美国就是到处都是战争。所以呢，其实我想可能就是美国就一直这么多年，这个就是像丹青说，一直没有停的但是它有一种舆论，就是在那个时候，在我们在的时候，因为它就是所谓现在大家说政治正确吧，就是说你再怎么样，有一个政治正确在拢着你。对。所以呢，各民族的人在那儿，哪怕外头再怎么打，在那个国家里，在各民族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不能你还有一个平等的感觉，因为大家都知道要维护这个平等空间吧。所以就是现在呢，这个就终于这个平等空间就可以打破了。就是这个是让人特别伤心的，而且就是现在还有没他们说什么就是种族歧视，就是文革呀什么，我觉得那肯定跟文革也应该是两码事儿吧。但是就是说这个非常恐怖的但是种族歧视。川普就是说一当选，我这2天看他们那边就是说，好，真的有人就是华人，就说我碰到在街上就有人冲他说发给我，就说中国人滚回你的国家去，就好像是不是得了势了。然后呢，好多人你知道吗？现在好多人真跑到墨西哥边境盖墙去了。就是特朗普还没拨钱盖墙呢，现在好多美国人说我自己捐500万美元，我盖墙，就是要把他拦住。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咱们老有一种对这个头号强国的这种想象，就是我就说可以聊一个话题，就是叫中国人的美国梦碎了吗？就是因为对我来说，就是你们那个时候去美国的时候，我们就看着你们呢，你们都是国内的大明星，哇，一个个就去美国，而且那个时候你记得吗？姜文那个他们拍的那个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那都是我的想象。我小时候想象千万里我追寻着你，纽约既是天堂又是他们地狱就是我操，我是一直有这个想象。这神话。我给你看个电影片段。就是有一个电影，其实讲的就是新东方的那个俞敏洪他们那个事儿，但是呢，你可以在这个当时的这个英语课堂上，你就看到当时不同中国人呢对美国的这种想象，你可以看一段。美国的种族歧视永远不会消除。如果一个白人看见3个黑人男子同时进入电梯，他会在电梯门关闭的前一瞬间逃出电梯。在白人看来，黑人永远是懒惰、
无知、野蛮的种族。那么美国的华人呢，总该是聪明勤快吧？但是他们说华人破坏了当地居民的工作机会。另外，老师，您去过美国吗？您是从书本里看来的美国吧？对啊，老师，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们两个是哪所谓的个系的？ American Dream， 就是在梦想面前，人人机会均等，全世界只有美国能年轻做到这点人。，你毕竟 too young, too naive。老师，我一定会去美国的。I find out for myself。一个电影片段，哎，你看了这个有什么感觉？两边都不太对，我觉得。怎么叫两边就是都不对？美国神话是对中国一定是有的，因为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全中国人忽然多了一个想象，就美国。然后这个神话实际上从二战前后就开始了。二战时候他们曾经帮助中国就打败日本人，就接管过一部分，就一段时间。所以从上一代人续到我们这一代，这美国想象一直在的，只是改革开放我们可以去了。然后短短30年，忽然就中国人在美国已经很多了，所以出现你说的一代半和一代这个问题。但是回到前面那个说法，就是，这跟一代半和一代不太有关系，是关乎每一代人正好赶上美国的国情在哪一个阶段。如果赶上经济好，他就有好工作、好前途；赶上不好没了。孩子赶上你看在哪个州？哎，那哪个州？就种种原因，哎。说华人最主要的就是纽约州和加州不光。是华人，所有移民都这样。就是说我们总会关注看在什我们自己么地方的群体，其实所有移民都在同一个情况当中。什么呢？很简单，前年我弟弟生了个儿子，然后我到这个医院去等着生出来，那就跟旁边的这聊天，一个意大利老移民，他孩子。他自己就是一代半，他是年轻时候到美国的，他的孩子就是第二代，然后他第二代都已经生孩子了，他很忧虑的跟我说，他说像我们这一代人的薪资和工作机会到这一代再也不可能有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了很多理由为什么，但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所以还有再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说种族歧视，都现在你说这帮中国人滚回去。就对移民的种种，就是从川普那个言论里是透露那个讯息，从我去就开始了已经，就是先到的移民都会跟美国人一起，希望解决后来的移民和非法的移民，从来就这样，从来就这样。所以我们对美国的议论，其实因为这些年有网络了，然后中国人在那儿越来越多了，所以好像是个新问题，全是老问题，早就有了。但是呢呀，你觉得啊，就是有没有国运这回事儿？有啊，当然有啊。对，因为我呢，就是我多崇洋媚外啊，对吧？就是但是我最近慢慢感觉，前些年我还听着就是海外华人，海外华人最爱国，就中国强大了，明显你们眼看着你们就颓了，这个我还没有什么感觉。我记得你看，我第一次去美国，我说哎呦，我说怎么同样牌子的这个酒店，这美国这么破呀？就是中国是吧？你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同样品牌的这个酒店是新的，对吧？然后呢，我去到美国旅游啊，这坐着那个开着车子跑啊，我说这是一荒野国家呀，这简直就是除了纽约几个大城市，路上都是这种破铁皮房子，那大幅的这种荒凉感。老工业国家，老公路、老机场、老火车站，咱们现在去中国全是新机场，中国是后发国家。就2次现代化以后，中国才起来，后发国家全都比老帝国要新。哎，但是呢，还有你比如说，我知道这个川普这个大选结果的时候，我在这个欧洲啊，哎，我这次去啊，我就最近比如说我先去巴黎，我就觉着巴黎怎么跟我10年前去那巴黎不太一样了，有点像北京火车站了，你知道吗？就是甚至就有这么一个，一看就是那个移民。主要不是西方变了，是中国变了。主是吗要是中国变了。你这么中国牛逼了，你现在到处机场，光比机场，你像中国全是崭新的机场。没错，哎，这次就在在那个柏林那个机场，我飞回来啊，我还说就说这去了这个机场，过了那个安检，就是进去之后，在那个免税店嘛，说买点东西什么的，一进去之后，就是登机口
连个免税店都没有，只有个小卖铺。我说这是柏林。然后你说我在伦敦呐，在哪儿就看，我跟你说，就说这个酒吧夜店是吧？因为当地朋友带我们去玩儿，去了之后我说这是怀柔的夜总会吧？你明白吧？哎，他们说现在全世界最好玩的夜店是哪儿？北京啊，说世界一流的就是那个灯光画店。唯一的区别就是里边那个人的区别，恐怕就是我觉得柏林那机场特别好，它那个老机场嘛，就一下飞机就进城了，就特别方便。也是。而且你是不是你就觉20分钟？对，你进去特快，也不用老开着，像咱们现在还坐着车、坐着火车又再进去啊。那柏林那机场我觉得特别好，是不是你等于一进去就进国门了，就进去了。就没有人那么多的复杂，就是等于我最近2次去这个欧美啊，我就说我这个崇洋媚外的人，都现在开始慢慢感觉到，因为我再早以前我以为这就是人欧洲特色，人家多有文化，人不像咱们玩这个土豪的这一套哈。可是有些地方的那种破旧，包括是这个服务业，你比如过去咱觉得中国这服务业不行嘛，对吧？那肯定欧美行。可是我现在发现，你比如你在北京确实是堵车，有很多的不方便。可是你可以宅在家里，这个快递啊，打个电话，在香港都没有，你知道，一打个电话就给你送来，打个电话就给你送来，就是，它主要是老帝国。你要想，这个英国在中国晚清的时候就已经有地铁了，然后辛亥革命的时候纽约的地铁就已经有了，然后中国在闹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的国际机场都造好了，高速公路全都有了。可你算算这什么时间？70年代离现在有40-50年了已经。那当然又旧又破又老，那中国就这30年起来，主要是这20年起来。又破又老吧，但是这种又旧又老又破又老，其实给人有一种安全感。就刚才咱们跳过去说，你比如说你说现在年轻人咱们什么都有，好像什么都有，但为什么咱们在这儿的年轻人安全感其实不如那边的年轻人有安全感？就是因为那种又旧又破又老，它有一种系统，它有一种生活方式，它有一种长期延续的生活方式，让你觉得。就是有一种意识，不太敢附和他这个话题。为什么？民族主义啊，咱们喜欢听到咱们好啊。我没有说民族，我说的是国外的那个又旧又老的延续。我当然觉得柏林机场、荷兰机场、这个比利时机场都非常好，很人性的机场。对呀。但是我现在不太敢说这些。为什么？招骂。咱们只能是新旧的对比。要论新，中国是最新的。怎么就不敢说那个柏林机场好呢？我不太敢说，现在。为什么？我很多话不敢说了。你可以说2号楼、3号机场嘛，2号站、3号站嘛。我坐飞机我喜欢到2号，接人又方便，我进去的时候也方到便。我喜欢到1号机场，就最早的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机场，那是我最喜欢的机场。我叫所有给我订票的人说不要订3号航站。但是你说这就是一种你对什么觉得叫好，其实是有个价值观在这儿，这是争论不完的。可是你的这个价值观呢？你比如说，我有一次去温哥华，我就发现加拿大的人，他很有意思，就是温哥华这个小孩儿，这个父母就说这个孩子就是第2代的，出生在这儿的，说出生之后一回到上海，哇，觉得中国才是繁荣的，好，我们去跟人家说，我说欧洲小镇都不盖高楼，都是一个个的小旧房子，旧的，这多有味道。但是在孩子们的眼里上海五光十色呀，是，他真觉得我的祖国比我这儿强大多了，他确实有这种感觉啊。对，不是中国变化太快了，非常快。仅30年前，就是所有我在纽约认识的台湾朋友、香港朋友都非常想到大陆看。来了以后都说受不了，这机场一片昏暗，然后洗澡也没热水，种种这些，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就中国满街会停满小汽车，然后堵车，完全想不到的。20年前根本想不到。你看，我跟你举个例子，而且我当然我过去说，我说这东西吧，就是硬件咱们都比他们强了。现在软件，你比如说同样是个酒吧。这酒吧讲装修，比北京的差远了。可是呢，唯一不同的就是里头的人，以及呢，酒吧里放的音乐是西方的。我刚才说的就是这细节，这个精神，不是说音乐是西方的细节。
啊，这细节就是细节。哎，但是呢，我现在又觉得，就是说中国这种，比如说这种服务啊，包括也慢慢的你会感觉到，过去中国是效率低的代名词，可是我现在觉得中国效率啊病态的高，而且这种高啊，让我觉得他们有点瘆得慌。你知道我昨天，我平常在北京就是叫那个外卖，啊，你叫那个餐呐，送餐嘛，送餐你知道有那个催的嘛，因为他没到嘛。我就点了一下这个催餐，结果那送餐那个小哥到我门口拿来把这个给我这个劲儿给我道歉，说对不起啊，今天这个堵车，我就是晚了，我拼命赶了。我说好，没事，你走吧。我说对不起啊，我说大就20多岁大小伙子，是不是有哭了哭了。我说这为什么？我说我没怪你啊。他有奖惩制度可能会不是对呀。他说大哥你能不能把那个催的那个给我再摁一下，给我取消？我说怎么了？他说扣我300块钱。他说因为你这么催我一下，200还是300？我的娘啊！我点个饭才几十块钱。是。我就觉得，哎，你说这样他服务业能搞不好？但是这个里边是不是又透着一种很扭曲、很可怕？很邪性，把人逼到一种早期资本主义的那种这个快马加鞭。对。你说这个，哎，徐磊，你现在要是回到他们当年那个年代。你想去美国吗？大家现在，我从开始时候就没有那个想去美国的那种，就国外生活的那种意愿，就看看可以，就是我觉得我还是一个保守主义的，就是我去的国家其实不多，但是有的国家呢，我喜欢呢反复会去几次，对探索一个新的东西我会害怕的，那你说。现在的人纷纷到美国留学，让孩子留学，这个方式还是好的吗？肯定还是对孩子是好的吗？你们也有孩子在美国？我觉得是好的。怎么说？我不管你觉得这什么话该说不该说，反正我觉得是好的。去国外留学，因为咱们这儿的功课吧，说实在的特别重，但是老师的教学呢是缺乏细节的。就是现在，据我了解，对呀，所以呢，就是缺的很多东西。然后我们那种就是我们的教学信息少，其实信息不快。然后呢，老师相对的来说保守。然后因为老师保守，就给学生呢特别多的压力，就是你必须得。就好像表面上在完成一些东西，排名排序，对，然后这个就没有真正学到那个东西，因为你真正学到东西，首先你最后你就不想再学了，其实你就会恶心了，要吐了，小孩就会有反叛心理，这样学习下去，而且压力太大了，就小孩的健康都会那个。我觉得，因为小孩要成长的话，他需要一个健康的环境，快乐的环境，学习的过程应该是快乐的。所以我想的，目前在国内的这种教学，它有很大的问题，而且研究的这个课题吧，真的有点太少了。就是大学里边做专行各种研究的课题，真的有点少。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送孩子去美国留学，那现在还觉得留完学了就留在美国生活了，这还是个好的路吗？这都无关美国，事关中国的心态。就是一方面我们一直想唱衰美国，而且有点像唱的有点像了，是衰了。另一方面，这从来没有停止过。现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是数量最高的。30多年前我去的时候还比不上台湾，比不上香港高，也没有其他国家高。就30年后，中国高居第一，而且这个趋势停不下来。就是你们是有道理的，那么多家长愿意送去，现在都自己花钱去的，他们到那儿就泡咖啡馆的，吃很好的饭菜，跟咱们那几代留学生的不一样了，他不挣钱，可是他花钱。但是你看这个为什么我这次在德国碰见一个小孩儿，他就是属于从小出生就是父母就到了德国嘛，从小出生在德国的。他现在想的就是他说我准备回北京。我说为什么？他说这欧洲太不好玩了，就是对于孩子来说，别说中国孩子，现在西洋人倒灌想到中国来谋饭，这情况越来越普遍。我觉得学完了以后回来这个倒灌早就开始了。我昨天我陪我父亲从古北水镇过来，经过密云县，密云县已经是一个大城市了，结果这个开车师傅的小孩的幼儿园，他老师是加拿大来的。
就一个密云县的幼儿园老师，当然是高等幼儿园，已经是外国人在教了。北京市里的外国学校就更多，我亲眼见过很多到中国来谋饭的外国人，呀，层次也并不很低，呀，就是中国是早饭晚的地方了，中国只是没有开放移民政策，所以情况已经早就变化了已经。哎，那你比如说现在要再让你回去美国生活啊，你还有兴趣吗？还有兴趣啊，我愿意啊。就像他讲，那是非常人性的一个社会，很安静，啊，讲道理。但是从这次这个川普选举之后，你觉得还是很讲道理吗？一个社会长期形成的形态不会有大变化，就是一个底线以上的一个情况不会有大变化。但国策一定会有变化，经济会有变化，不战争情况什么种种这个政治格局，这肯定会有大变化，但也不会有太大变化。每一任政府都在许诺说我上台怎么样怎么样，但变化都不是很大，还有更大的力量在让美国变化，无论是他唱衰也好，怎么也好，我就现在我不懂啊，这我就刚才讲这国运呢，你们这感觉会不会从这儿就慢慢这美国呀就收缩了，就我们过好自己日子得了，我们也别那么道德了，还管人家别人家的事儿，然后慢慢的我们的经济，它早就收缩了。就是中国的经济眼瞅着就是要这个最大经济体就要越过它了嘛，超英赶美，至少在这个 GDP 的这儿说，应该用不着超了。是啊，这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世界大势啊，就是中国确实影响力越来越大了，是啊，是吧？就其实不是美国梦怎么样，而是中国梦慢慢在实现。至少强国梦，然后就在世界上有地位，这实现了，那初步实现了已经。那你说美国梦是什么呢？美国梦其实是一个有点过时的东西，就是所有一文不名的人，也没有来历的人，到了美国会能够过上好日子、有尊严的日子。这个梦今天其实还是真的。但是川普讲的就是说，别的野心，不是川普讲的不就是说这事儿不灵了吗？对，他已经让太多人实现了美国梦，贫富加大了。实现以后，这就是个上公共汽车的理论，大家都想挤上去，但挤上去的人最好下面人不要上来了，这从来如此。这美国只是最大的一个空间，就已经容纳了太多人，早就说要驱逐移民了，里根时代就驱逐了，就开始。这移民很恐慌，说这下政策下来，很多人就非法移民待不下去了，打不成功了，得驱逐了。可是我只看到越来越多的来，一直到90年代，我打开报纸一看，头条就是金色冒险号在长岛外面搁浅了，300多中国非法移民从船上跳下来，冰冷的水，移民局立刻把他们救上来，每个人一床毛毯，就散布在岸上，然后就按照他们的移民法。很人道，同时很严格，就分，只要你有亲戚打电话就把你领走，你要没有亲戚先关起来，关起来以后可以打牌，可以画画，可以干任何打乒乓什么这些要玩，然后就等移民局的处理，永远是这样，就任何非法的犯罪的行为，他们立刻进入法律程序。其实是很多人出来会画画，会叠什么小东西什么这些，当然也愿意回去，这熬在里面不好。就是我亲眼见过那样的人，而且有人很后悔，说我在福建都已经开车有公司了，主要是村里面都会骂你说你他妈混到这样还没出国，每家都要派一个出去的，每家都要有个出去。所以中国人很多人出去不是因为贫困和无路可走，而是一个面子，所以他去了发现美国不是这样，这个过程早就开始了，不是今天才开始。你怎么说，徐磊？我有一个朋友去美国去，然后呢。看他一些老的朋友，这老朋友甚至是过去的政府机构啊，已经做了处长啊什么出去的。因为过去中国和美国的这个生活水平各方面的水平差的蛮多的，现在慢慢中国就是起来了嘛，就是相互差距没这么大。所以我说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说最大的感受其实就是最失落的是这帮过去到美国去的那些人。是，因为他完全是没想到中国会发展成这个样子。他原来比他差的那些人，或者是差不多的人，都已经做了很高的职位，或者是做了很大的老板。他们完全在美国没有实现他的美国梦。他们最失落的是这样的一种。但是回来之后呢，已经没有他们的这个机会了。对，年纪各方面也没他机会了，所以他们的心态特别就没想到这种差异性。没错，就是说平了。
当年的这个同学原地没动，对吧？我到美国奋斗20年，他们当时放弃了很多东西了。对，就是他的已有的社会地位、已有的这些背景都放弃了。所以你中国人到那洗盘子，美国梦，你是想在美国成功，对吗？这个过程，台湾开始的更早。我80年代见到不少台湾来的人唉声叹气，说我大学同班同学现在在台湾什么公司老板，这年薪是多少，收入是多少。因为台湾当时还在戒严时期，那大家都不安全的都想出来，就能到美国的也是佼佼者。但很快他发现他只能开个餐馆，甚至还不行。但是他的同学已经发了，他的台湾经济起飞嘛，后来，所以这个过程大陆只是晚一步，晚10年到20年，而且规模更大。你看，这是我最好玩的记忆，就是30年前我出国前，只要来一个华侨或者是从外面来的，全都晚上聚一块儿，你说说外面情况怎么样？我操！现在我每年回去主要任务就一桌饭吃过去，所有人都说你说大陆现在怎么样，北京怎么样？哎，你说他们现在就是在外边的华人，还瞧不上祖国吗？没有了。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网络非常重要。我在国外如果被人认出来，10个有10个说我在《锵锵三人行》上看到过。对。这《锵锵三人行》自从联网可以华侨看到，你都不知道你在外面有多少观众，不管他什么政治立场。是，所有人都知道你，知道你这个节目。就对海外很多人，我在海外比较火。但是就是你说的刚才有一点，我也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说，你看中国哈，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一切让我感觉到好像要比他们强了，就方方面面。但是这个啊，你又总会感觉到有些啊，让你觉得特别凄厉的一些个东西。就比如说，我看见那个送外卖小哥哭，然后那天我就看见，就是说，你说这个讲道理，比如说你说这个在美国不管怎么说，他讲道理。那你看中国很多时候是不讲道理发展起来的。比如说最近你这有个叫什么贾静龙的吗？就在我们石家庄那儿。哎。一个就是这个叫北高营村这一个村儿，好，这个来了这个党委书记，这个村长是吧？是个能人，确实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就是这城市化嘛。说你现在一到这个北高营村啊，跟我们石家庄的大城市的一个区没什么区别，楼房，因为它就拆迁嘛，就是你的旧房拆了，我给你盖新房。但是就在这个里边发生的这个纠纷，然后呢，就有一个叫贾静龙的小伙子，他呢。其实也不见得他就占理儿，但是呢，他就是说发生了纠纷，他说我守着我这旧房，我就不搬，我甚至要在这结婚。结果呢，他这旧房就给推土机，给推了。推了之后，他这女未婚妻也不跟他结婚了。然后这贾静龙就买这个射钉枪啊，就有一天这个党委书记在全村发表讲话之后，走下台，他就从他脑后一枪，就打死。就前一阵刚刚最高法院核准，就是说执行死刑，因为有些法学家就是说，哎什么，这个不一定要判他死刑，就是刀下留人，说因为这个里边他是被强制拆迁等等，但是最后还是给执行了死刑。我就是觉得，你看我们这个面貌变得，哎，比美国那荒原可以说是高楼大厦多了，可是在这个背后似乎又有一些让我觉得特瘆人的事情。不是说谁就一定对，太多了，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回到刚才那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华人担心的事情，就是说啊，我是不是在这儿打工，或者我是干什么？我想可能还是一个背后的生活意识形态的这个一个东西，就是我必须得出去成功，我在国外我必须得成什么人，我必须得买房，我必须得买车，我必须就咱们带着好多价值观出去的，就是特别累。可是后头这些小孩儿，比如说你第2代生下来在美国生的孩子，他就没有这感觉，他就不会觉得我一定要挣钱、买车、买房，我就要享受那个，就更加享受。比如说我碰到一个妈妈，她就跟我讲，她说跟我说，这是又是音乐的事儿。她说我儿子现在就喜欢打 DJ， 怎么办？因为他是第2代，就是生在美国的，根本不想去好好的就是学法律，或者是当律师，或者当什么，就是想打 DJ， 这怎么办？怎么生活？而且呢，他说你能不能你跟他谈谈，让我去谈。我就跟小孩说，我说的首先第一，你是不是感觉到每天晚上脚疼？因为打 DJ 会晚上脚疼啊，你就是身体的振动频率太高了嘛啊。我说的你怕不怕？因为你特别年轻，你才20多岁。
他说我是阿姨，我是脚疼。我说你会脚疼，而且呢你会身体感觉累，因为这个振动频率太高了，你每天在这儿。如果你不觉得这个是事儿，因为它是那个高振动频率对你的身体是有影响的嘛。你如果觉得没事儿，他说我没事儿，我享受。我觉得我是脚疼，然后呢脚疼那穴位嘛，就是他说的那个，但是我享受，我不这样活，我觉得没法活。我说那你就去做，就是这一件事，我告诉你是个关键，就是你的身体，你只要不怕，你就去做。他就现在这孩子就是一个很成功的 DJ， 在美国，就是他就到处在俱乐部里打 DJ， 这就是第2代的中国的小孩的移民，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概念。很多家庭都有。对，老年人就会老在谈这个，哎呦，咱们是不是这么挣钱，跟国内这么比，咱们这么挣钱，跟国外就给自己特别多压力。可是现在小孩他不这么想，就第2代已经不这么想了。说实在的，中国现在小孩也就，我希望啊，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些孩子也是能够这么长大就好了，就想做什么做什么，特别放松。那你说，比如说我们这次在网上什么收集问题啊，还有人问这个陈老师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哎，我想问问这个丹青老师，就是说你，这个前些年啊，一直说这个美国好啊，说中国的教育制度也有问题，孩子被扼杀等等等等。他说，但是你看现在出去留学的都回来了，对吧？全世界都看着我们这个中国的，美国美帝国主义，你瞧现在都闹成这特朗普，美帝国主义都感觉都该打内战了，对吧？你现在还怎么说呢？我投降，我现在明白了是闹了半天是这样的。我刚才所以他说我不敢说，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明白了。我不争这些问题，我不想争呀。那去英国上学，现在的目前去投降，这是意味着你无话可说了。我不想争这个问题。如果你非要争，我投降。OK， 你如果这样，我一贯就是如果你认为是这样 ，OK， 就你认为这样。就像你应该让我认为我的观点，我觉得是这样，我就说出来，然后你觉得不是，你也说出来。那么我问你这么一个问题，假如说现在你的孩子啊，就是现在到了要决定是否出国留学的时候，你在现在的这个历史阶段、历史关头，你还一样让他去美国上学，甚至是定居在美国吗？会，我想会不，他定居不定居是他的事情，是他的选择。但是我相信我会跟30年前没有两样，就是 OK， 你想出去就出去。我鼓励现在的孩子能出去就出去，但我不鼓励他们留下来，也用不着鼓励他们会回来。那中国现在好起来了，跟我们那会儿不一样了。现在就至少物质生活。现在看这种建设啊，就是国际化的建设是一个基本项了。我觉得是个基本项。对，而且我觉得其实跟过去不一样。这么想吧，我们把事情想得更简单一点。你生在一个河南的小孩，他肯定妈妈希望他来北京上学。河南还是荷兰？河南，在河南的孩子他想来北京上学，因为我这现在，比如说在一个小县城，在陕西、陕北特别的农村，他就想去延安上学，比如他觉得他去大地方了。那生在延安的人想去广州上学，就是其实每一个家长都希望那孩子去更大的一个地方。其实就是说啊，这么简单。我觉得不用去逼着那家长非得把孩子送到国外或者送哪儿去，就是小孩就是离开你的身边去上学，肯定是比在你身边要好一点，因为他有一个独立的，就是他有一个独立的生长的一个环境，他自己去处理他自己生长的环境。其实你可以去英国上学，如果英国太贵了，去苏格兰上学，苏格兰便宜。而我看到过从苏格兰回来的孩子特别有教养，特别好，就是其实他主要出去了。他就到了另外一个集体，然后另外一种语言的感觉。刚才不是说到语言的那种语言的感觉，他就有对自己有一个对照。所以小孩回来的话，再回来的时候，他真的是变成一个孩子。我想比英文不好更严重是钱的问题。如果你钱很多的话，英文不好，你照样可以到处移民。然后就听人家的话说，你要想学好英文，在美国，但有2个途径，你看你愿意选哪一个？第一个，不管什么女的。只要愿意跟你2个同居，都可以。然后呢，你跟他学英文，你是吧？你给他干活。谁给你出的这个主意？就是美国同学啊。这美国同学不错。李银河，我觉得李银河，没错。第2个呢是最简单的，我采取了第2个办法。他说你买一个最便宜的黑白电视机，因为那个彩色电视机很贵的。然后你有事没事电视机开着，在里面听那个脱口秀。其实我刚来的时候呢，我的英语大概就10句话而已。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而且很穷啊，特别穷。虽然凤凰给了我一份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挣过的高工资，真的？那当然。你以前得穷成什么样啊？但是你要穷着站着睡了，没得躺着睡，房间太窄，天哪，要用站着睡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差不多。你腿太长，房间太窄。你跟凤凰高层有关系好？15平米，15平米的房子住2个。另外那个姐姐比我还高，1.8米的，而且你知道那个房就是凤凰给了我一个那么高的工资，但是我那个时候的房租用掉我工资1/2以上，所以其实日子是过得很苦，但是那时候让我更苦的是因为语言的关系，你就觉得你是一个这个叫什么有口难言的这么样的一个人，你要知道香港有这种感觉吗？有这么厉害吗？96年的时候你要去问路啊，那个香港人一听你说普通话是直接弹开来，他害怕。为什么？我不晓得。你要抢他钱呢？不是，非法移民。怕他割他的肾。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一栋大楼里面，那个大楼里面有一个屈臣氏，我想说，他应该很容易可以回答我问题，我就跟他对不起，我可不可以？我话都还没说完，他真的直接就从那个店门口弹到最里面去。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就是。我跟你说，这个在当年呢，这个实际到今天也可能也有残留，就是香港人啊，是对我们从内地来的人，是有些人是有一些瞧不起的。这种瞧不起，你知道吗？我的一个心灵的一个伤害，我还曾经记得，就是今天香港有名的一个女明星，我当年刚来香港的时候，港台给我们录一个那个广播剧，因为我原来也是广东电台的，然后就这个香港的这个女歌星啊。跟我一起录，你知道吗？这不是一个那种立杆的那个麦，就是到了我的台词儿，我上去录，到他的，就所以我们俩必须并排嘛。你知道，我当时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感觉，他拿这个纸巾，我们两个一凑到话筒的时候啊，他这样，你知道吗？我很敏感的，我就觉得他觉得我臭。你知道吗？非典不是他就是你臭不臭呢？那时候不是臭啊，就是那也不注意个人卫生，好几天不洗头，对吧？但是我就感觉就是哇，我说你至于吗？在这儿录完了什么，啪马上弹开我，就像你说的，这让我想起来，就我说我是什么瘟疫吗？就是我不认为他对我是有任何歧视，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毕竟香港的官方语言英文跟广东话，他听到一个陌生的语言，而且我真的觉得那个96年可能对他们来讲，这个普通话还是比较陌生而且有距离的。当他没有办法帮助你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先弹开。我跟你不同，我刚到香港来之前，因为我在广州7年。所以呢，你也会说白话的呀。识聽唔識講，就是，但是你会听啊，你就认为你会讲。其实我们在广东电台的时候，大院里是讲普通话的，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不难，所以呢，我就到了香港。香港就是我们公司这个著名的这个故事，我冲着一个叫教你的一个撰稿啊，我哗给他砍了半个小时，最后这教你说，哇，窦先生，你的国语东莞口音很重啊。所以我觉得，无论你是要移民也好，移居也好，我觉得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脱离自己的舒适带。我觉得这个心理准备是需要有的，就是说你要放下很多的这个尊严吧，要去学当地的语言。我当年学广东话的时候没少受罪啊，连女孩都欺负我。我们到茶餐厅去点菜，他们就你点吧，我想吃那个点一盘那个菜心。他说点，跟他讲说我要除衫。哦，除衫。菜心叫除衫，除衫，我要脱衣。但是除衫就是那个音调差一点点。除衫，太高兴了，太高兴。我很好奇那个要家辉学这个话，这就成性骚扰了。不是那个，我很好奇那服务员怎么反应啊？假如是男服务员，一听。马上把电话号码。我同桌所有的女孩都特别高大漂亮的模特儿，她们就这么整我。那时候很受伤害啊！但是你不经过这样的阵痛，你不脱离这样的舒适带，你不可能学语言。他说这个是，我问你们两位啊，在美国这个生活，
你觉得最初的时候啊，这个最受伤的事儿，你记得吗？或者有这种创伤性经历吗？讲几句，讲几个创伤，因为我创伤太多了。讲一个还是讲两个还是讲三个？定春秋，这不是春秋吗？我第一个受伤的是什么？就在匹兹堡大学上课，上那个基础课，就是我们读博士学位的基础课。我们班上大概有30来个学生，外国学生嘛，大部分都拉丁美洲过来的。我大概是在班上是3个亚洲人之一，唯一的中国大陆来的。但是我拿的是匹兹堡大学大学校长的奖学金，是全大学最高的奖学金。然后在班上一句英文不敢讲，一个问题不敢提，老师布置作业听不懂。2个星期下来，班上2个白人同学，男的，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拿的是最高的奖学金，他们自己要付学费的。那个眼神呢，虽然我不懂英文，当然我能读得懂他们2个的眼神。那意思就是说，像你这种白痴也值得把我们美国纳税人的钱拿那么多放在口袋里吗？他直接讲 ，no， 我就要读懂他的眼神。你觉得他心里是丁老师翻译出来的？你想多了吧？我一点都没有误读他们的眼神，眼神是有语言的。你没办法证明啊？那可以证明呢？可以证明呢？可以证明，就是患上了受迫害妄想症。这是第一个受迫害。你要问我多得很呢。家辉来一个。但是丁老师，你应该回他，你用你的眼神回他一句：我最喜欢那种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这绝是啊，我拿的是人家的钱呐。这就好像最近表情包嘛，蛮有趣的。我那个脸皮比较厚，所以都没有觉得受伤害。我的假如我像丁老师当时的情况，我不会这样想嘛。我觉得人家这样看我，一定想约，还是约我吃饭什么哈，所以我比较不会受伤害。然后呢，有时候会有一种情况，有一次我说我所谓受伤害是什么呀？那突然有一个香港女同学一起读博士班的啊，有一次不晓得一些小矛盾、小冲突，她直接就说我一句话：你看李家辉整天对于我们香港自己中国来的学生臭着脸。黑格上你说我黑口黑脸，他不知道我就长这样子吗？我说有吗？他说是啊，你看到洋人就笑口眯眯啊，就是我崇洋媚外，对，就是那种感觉，我就很受伤害了。为什么呢？我不觉得自己是这样，可是我觉得，我对于洋学生可能会笑容比较多。为什么？广东话说以笑遮丑啊，以笑遮丑。英语不好嘛，有时候别人讲我不一定全部听得懂。我就只好笑了，特别的友善，特别yeah right yeah of course。其实我根本听个屁啊，根本不懂他讲话。那别人看起来呢，就是说，你对洋人崇洋媚外，对于我们自己人呢，黑口黑脸。我觉得我蛮伤害的。这个他讲的这个情况啊，我把你讲那个情况，我们倒遇到一个。住在一个楼上，我们那个3层楼，那个第2层楼一个老王，我不好讲名字我记得，他是东北来的，他是学那个汽车拖拉机专业的。哎呀，这哥们狠，这哥们比我们当时要大个10来岁，他已经是中年人了啊，我们那时候还小青年。他跑到美国去以后，他英文比我们还差，但是他胆特大，每个周末都请我同事来吃饭，跟你一样。他后来临走的时候啊，就做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是在匹兹堡人人皆知，就是华人呐，人人皆这个。他出去的时候，他已经立定为回来以后要当院长。他走的时候，大概是个系里的副主任，所以呢，干部说你到美国去，美国很腐败，要注意不要给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辐射，回来以后就麻烦了。然后他临走的时候，就跟那个学校的那个卫生所啊，要了一大堆的。那个避孕套、卫生套，就不要把坏的毛病带回来。然后随着他跑到美国去以后，好像没什么机会用，至少是我们的感觉是这样。他是访问学者，就是10个月就要回去了。我们是读学位嘛。临走的时候呢，我们到美国去跟美国人学，就是叫yard sale，就临走的时候就是把那个不要的东西嘛，就放在那个前面花园里卖掉嘛。他把所有能够东西拿来都卖，其中呢就包括来带上一大包的避孕套，放过期了吧？我们一看以后就傻眼，说老王啊，这个东西不能卖，因为这个传染病呢。他说我这也没用过。我们讲人家也不知道呀，美国人不知道啊，你这个在美国卖了也不在中国卖。我想起来了。他马上回去以后就拿一个大白纸牌，然后就用大那个粗的那个笔就写个
，never used， 从来没用过，没用过，那才精彩了。这就有像有些观众这个黑我说我的大脑最值钱，因为是新的，从来没用过。但是这个我再插一个题外话。这句话没用过，可以很幽默哈，黑你，可以很哀伤的。有人说全世界最短的小说是什么？从来没用过。对，没错，就是那个海明威写的，据说是他写的。就是说那个2句话，就是那个一双婴儿鞋子啊，这是 baby shoes never used， 就是一双婴儿鞋从来没用过。哇，就很多故事啊。很多想象，对不对？那当然，对，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是买了浪费吗？还是那个婴儿很不幸去世？整个马上他什么都没说，所有的故事都有可能想到。脑海的小说就出来，这是最短的文学小说，所以他可能在赞美你，你的大脑 never used。我们就想，但是你知道，对于我来说，为什么我不去？我确实英语是一个原因呢。你到了那儿，就是你看我在香港，对吧？因为我有这个东莞口音的普通话，还能通行江湖，能应付一下。我有过一个体验，就是说啊，你真到了美国，就是英语不行啊，什么叫寸步难行？我约略能够想象，因为我经历过一次，我有一次是跟着这个鲁豫，你知道，就是去这个纽约啊，我们一起出公差。我第一次去美国就是跟鲁豫一起去的，我当时就发现，如果我要去了，我就是得依赖在鲁豫的身上，就是我跟他寸步不离，就从早到晚寸步不离，一直到即便到你回房间里，就是到最后是半夜，鲁豫在我面前说：“你跟到我房间干什么？逛街就逛。”在挪威奥斯陆，我就看到一个韩国人。仅次于你的智慧，还没你们好。他带着老婆带2个孩子，他要喝牛奶，他英文也不行，那根本讲是挪威语，挪威语很难讲的，我都听不懂。他后来讲了好半天，孩子要喝什么样的牛奶，他本人大概要喝什么不带脂肪的，太太要喝什么半带脂肪的，孩子要喝全带脂肪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全脂、脱脂，就是很复杂的，搞了半天。他对方那个父母听不懂，结果他在想这个绝招，孩子要喝什么？就喝妈妈的那一种。对哦。然后呢，他说我跟我太太要喝。这是什么呀？非常生动。这是脱脂的吗？脱脂的。他认为这是脱脂的。哦，这是牛的，这是牛的啊，这是人的，这人的，然后父母一看，马上明白了 ，no problem。光美，你讲，真的不一样。没有，我刚才我只是要讲，就是说这个没有办法懂当地语言呢，是真的有生命危险的。就好多年前有一个也是在美国的案例，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警察公权力很大，但是基本上他们一般还是很。就是以一个合法的方式来去检控你啊，或者是干嘛你 ，OK， 他截停你，他会告诉你说离开你的车子，就我们看电影离开你的车子，要不就是手摁在地上，要不就是手摁在车上，你一个指令一个动作，但我们的。本能反应就是说，那我为了要表示我是良民，我是有执照的，我可能要伸手拿我的驾照给你看，你一伸手完蛋，噼里啪啦，这个就直接把你摁地上，把你痛打一顿，到你没有还手的能力为止。结果你看他手上拿出什么东西，他不是拿任何的枪械，他就是拿出他的驾照而已。是。所以。这个都是很著名的一些案例，所以我就说，这个不懂当地的语言是有生命危险的。而且真的就是，我就觉得不光是因为这个语言，为什么你比如说你像这个出国移民，虽然我没办过这个手续，但是我去过一次香港，我不用试一下。我跟你说，我们公司我出公差去美国都被美国领事馆拒签了。就香港这个美国领事馆，我就跟家辉说对老外对笑脸相迎啊，我们派我去公司，派我去美国去主持一个什么美国赛区的一个选美比赛，你知道吗？这个公司的秘书把所有的都办好了，早上6点让我到那个美国领事馆，香港的美国领事馆排队嘛。
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这个英语不太好，就是像你说的，人家说啊，这个外国人呢，你见到他要笑，对吧？叫笑。然后呢，黑口黑脸。碰见了一个美国领事馆一个女的，一个大肚子，长得还挺漂亮，我怀孕的啊。那个女的见到我，她一点也不笑啊，瞪着个大眼珠子这么看着我。然后她就问我一些我也听得半懂不懂，然后问我一些很奇怪的一些问题，说你这个去那个有没有收入啊？我说是 salary， 我说收入是我的 company 给我的呀。他说这个你的 company 是在香港给你的呀，还是在美国给你的呀？什么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呢，最后就会说急了，就是说那这个什么你就挣钱还是不挣钱，跟我说半天这个事儿，最后问我你这个工资啊什么的，我好像是问我这工资是多少。我最后急了，我就跟人说：“嗨，这都是我们公司给的，他爱给多少给多少，不能的，违法。”走了，就最后我们公司秘书就说：“怎么回事？这我都给你弄好了，你出公差给拒签了。”后来他就说我。后来就是他们又找这个美国领事，香港美国领事，那个美国领事后来就说哦，说这个女的啊，就是首先她怀疑我动机不纯，她怀疑我要去美国打黑工，然后呢说关键的一个怀疑就是说没有理由的冲她呲咪笑，因为谄媚，她是觉得心里有鬼。那我跟你讲，我记得以前经常跟朋友讲，这种误会啊，可大可小嘛。我生平第一次去美国去夏威夷。就是差不多那种语言的误会、表情的误会，还有行为的误会。干嘛呢？我下飞机，你要检查行李，入境那个高大威武的白人警察哈，那个海关看我那个行李，然后瞄我几眼，我也是这样对着他笑嘛。我们看到老外都是笑嘛哈，哎，那这样眨个挤眉弄眼的这样笑哈。然后呢，他突然本来对我笑，突然不笑，凶起来。脸凑起来，干嘛呢？然后还找了几个人过来把我抓进房间，搜身，全身搜，身体所有的部分你能想象的他都搜了。那我无所谓嘛，我清白嘛，身正不怕影子歪的。大家搜完之后身体不清白了，没关系，因为我心里想，好啊 ，you ask for that， 你要求的，反正我坐完飞机那么脏，你要看就看嘛，这样。然后呢，搜完之后什么都没有嘛，清白，那出去，那老外也很好。那给我道歉说啊，抱歉哈，给你带来麻烦。我说到底 what's going on？ 发生什么事啊？原来他指一下，说我行李里面有避孕套，发现有避孕套。他说刚才丁春秋卖的是吧？没用过，没用过的 never use。但是你带的可能你带的是用过的。里面原来过程里面啊，我记得他检查不是有安全套犯法吗？不是，第一个我很年轻，第二个他那时候问我一句话，他说我记得他收行李的时候问我你有女朋友吗？在美国有 girlfriend here？ 我说没有啊，这样。然后呢，原来他怀疑我用安全套来运毒，藏在身体什么地方？因为他说你没有女朋友，怎么会自己从香港过来要带着安全套呢？ 100多个，那他不了解家辉的过。所以以后我都警告年轻的朋友过关要小心啊。所以你看，听移民呢，你看我看这个字，这个侨外移民，其实中国人这个侨字啊是很有意思的。最早的是一个人，这个地方是那个侨，那个乔装打扮的乔，晓得吧？对。所以你要移民的话，可能就是跑人家国家去乔装打扮，又伪装出来，所以才有这么多问题，你知道吗？谁给你的这个植入广告？我刚想起来，丁老师今天能发财，我帮你要。但是你讲，对不起，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当地除了语言之外，法律这件事情，我们刚才也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例证。你知不知道在美国？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带你的随从或者是助理去过美国？随从我听起来像个贵族是吧？他出门是10几个。我就是鲁豫的随从啊。不是，你如果真的有随从或者是助理人员的话，你最好问清楚，因为你可能需要付他额外的工资。按照美国本地那一个州，因为每一个州的最低工资是不一样的，你要按照那个州的最低工资按周薪付给他，否则如果他去投诉你，或者是有人检举你，或者是这件事情曝光的话，你有可能吃上官司的。是大官司，不是小官司，大官司，虐待劳工。
所以有一年我因为。Sorry， 有一年我因为带了全家人一起出去，所以那一年我把那个家里的阿姨，菲律宾阿姨一起带出去了。那一年我就按照加州的最低工资，那个时候好像是1个小时是8点多美金，我就按周薪给他。他一直跟我说不用，我除了香港的那个工资照付他之外，我还付了他美国的工资。他一直说不用，我说。用，你说你不用我就要坐牢了。他发了一笔小财，可开心了。哎，你们说今天中国这经济啊也好起来，现在开始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移民该选择什么，或者还是不是个好事儿？就是你看，你记得当年你们那个年代有一个人写过著名的一个电视剧叫《北京人在纽约》，在纽约，那被我们后了，被我们后。那个作者姓曹的，那个作者现在已经70岁左右了，年过70了，回来了，回来在北京。又写了一本书，叫什么呢？纽约人在北京。你看，他就说，照他的观点，他就说啊，他说美国就是什么呢？叫做儿童的天堂，青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牧场，就坟场，老年人的坟场。他就说，你这个游客去，你觉得那个好啊，空气好啊，这好。他说你，但是他提到一件事儿。他是说你没有试过美国的这个金融制度，都是负债的。就是在美国，你只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你还是个人；你要一没这个工作，你立马成孙子。就是因为你房贷、车贷、学贷，就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就是说他就说你被这个美国金融制度，只要你试试这个滋味啊，你就丁老师，我觉得你同意他这种观点。当然，我们到美国去的第一年，老华侨们。我看完老华侨们就看出来，当然了，这个老华侨大部分都还是属于劳工阶级，在中国餐馆里面打工的那些老华侨。你发现很多的老华侨到老那个年纪的时候，都想回到故土。他说回到故土，我这点钱也能够使我每天喝点小酒，遛遛狗，走走路，是吧？在美国就很惨了，因为他们也没有很多的医疗保险。那就现在你那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今天中国富起来了。而且全世界的科学技术啊、通讯啊都很发达了，很简单了，是吧？还应该不应该移民？需要不需要移民？移民对不对？好不好？我一直坚持这一点。如果在你自己看起来，移民是一条好的道路，我建议你一定要试一试，试成功了，也许你能够开辟一个天地。试不成功，你再回来。侨外移民给的钱不少啊。试不成功，你再回来嘛，交学费嘛。我觉得先移居吧，先移居，再考虑移民。因为我觉得看世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世界那么大，你哪知道哪儿才是最适合你的地方？你不试，你永远不知道。我强烈建议，现在有本事的人不要听我们讲，哎呀，我明年移民到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这算什么玩意？全世界都知道。你有本事现在移民到非洲最偏僻的地方去，到那地方当酋长，那才是大牛。是吗？那现在估计那个能免签是吧？直接非洲人民欢迎你。那现在移民的关系不一样嘛？我们那个年代讲的真的是一去壮士一去不复回那种感觉，或者说我去了不成功我就不回家，衣锦还乡讲。现在不是嘛？我可能去为了某些原因安顿了小孩，或者说拿了护照飞来飞去。现在都是在城市跟国家之间飞来飞去，所以刚说，其实移民，假如不管叫移民还是移居，有一段那个在外面生活的经验非常美好。所以其实呢，我现在觉得就是说，站在这个历史的高度上哈，就是有那么一句话，这个中国人呢，作为人口最多的这个大国呀，我已经看到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未来也必然是这样。就是说啊，凡是有太阳照到的地方，都会有华人。这其实从历史上看，甚至跟中国的经济发达还是不发达都没有关系。最近你看，我看有的学者就研究，就说我们过去认为啊，就说中国好像什么曾经有个阶段闭关锁国，那是一段很短的时期，比如说明清时候曾经短暂的这个海禁。其实说中国人封闭啊，是一个误读。就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啊，你比如说丝绸之路，或者说是这个海外，比如说宋朝、南宋，这个中国包括这个郑和下西洋，就真正说那个海禁呢，是历史上一个较短的时期。
大部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时候啊，实际永远一直就有华人往海外走。你中国在世界上最不牛的时候，他们也往海外跑，对吧？这是南洋华人。你现在中国经济好了，他一样都往海外跑。所以说，我觉得基本上从这个历史上来讲啊，最后咱们这个遍布全球啊。是不成问题的事实。现在已经遍布全球，已经遍布全球。刚才说有太阳地方就有华人移民，现在没有太阳地方也有华人移民，就是北极南极。北极南极。北极南极，我的普通话没太阳吗？那个地方一年大概8个月。极夜的时候。对。你像那个，实际上你像我们那个读书的时候，有一句话我到现在我印象都很深刻：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移民史。就是一部华人移民史，华人是这个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干。哎，人多嘛？对，你们2位就是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吧？